大家好，我是小印，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超酷的东西 GitHub。 别担心，即使你从来没听说过 GitHub， 看完这个视频你也会变成半个专家。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吧。首先，什么是 GitHub 呢？简单来说， GitHub 是一个用来存储和分享代码的平台，也是全球技术人员交流和协作的专业社区，拥有1亿以上的开发人员。但是它可不只是程序员的专属， GitHub 是全球最大的资源平台，拥有无数的项目和工具，不需要你懂代码也能使用。比如权威经典的学术论文，系统性的编程教程，高质量的音视频和图片素材，各行业的专业书籍、学习笔记、教学材料，精美的 3D 模型，网站模板代码，复杂的服务器配置文件等，你都可以轻易在 GitHub 上找到，并且全部免费。如果你正在开发一个图像分类模型，需要至少几千上万张图片来训练模型，你甚至可以通过 GitHub 快速找到并下载符合需求的图像数据集，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之前介绍的 OBS、火狐浏览器、VLC、MPV 播放器等，它们也都源自于 GitHub。 在 GitHub 上下载的所有软件代码都是公开的，且都是非盈利项目，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收费、包含病毒或者其他恶意行为。今天我会一步步带你了解如何在这个平台上找到并下载你需要的资源，让你在学习的道路上遥遥领先。首先，在浏览器中输入 GitHub， 这个是 GitHub 的官方网站，点击访问。一般我们浏览 GitHub 时，可能只是随便逛逛，也可能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查找想要的资源。如果你只是想了解大家都在关注哪些好用的软件，鼠标滑到顶部菜单栏中的开源，然后点击热门内容，进入窗里页。这里默认展示 GitHub 上的所有热门项目，点击这个开发人员。这里是 GitHub 上最受欢迎的项目创作者，这是他们发布的代表作品，这些都是没有经过分类的。如果你想找中文项目，在语种这里选择 Chinese， 这里就会列出所有中文描述的热门项目，点击清除，又会切换成全部语种。如果你是一位 Java 程序员，你希望找到最热门的 Java 项目，点击按编程语言分类，选择 Java， 这些项目都是用 Java 语言开发的。同样点击清除，又会切换回所有编程语言。这是今天最热门的项目，你还可以切换成查看本周或者本月的热门项目。如果你有明确想要查找的资源，只需在顶部菜单栏的搜索框中输入你想要查找的资源关键词。比如我想找一个 AI 工具，那我就输入 AI， GitHub 会帮我找到所有和 AI 相关的项目。这是项目列表，因为每个项目在 GitHub 上都有一个独立的存储空间，里面包含了每个项目迭代的版本控制、问题跟踪等，所以我们把这一条条的信息称为一个个仓库。这是作者的用户名，而这个项目名称也是仓库名。下面这行简单介绍了仓库的内容和目的，是由仓库创建者编写的。标签这一行一般用来描述项目的类别、技术栈或用途，帮助用户快速了解项目的内容。这里标注的是这个项目中用到了哪些编程语言。这个用彩色圆点标注的是这个仓库使用的主要编程语言。假如你只想找用 Python 语言开发的 AI 项目，那就在左边语言列表中选择 Python， 搜索结果列表就会把所有其他语言的项目过滤掉。星标表示这个项目被多少用户标记为喜欢， 1K 代表有1000人喜欢，和点赞一样，这个数字越大，代表这个仓库越受欢迎。更新时间表示作者最近一次维护这个仓库的时间。为了更精确的查找，你可以点击列表左上角选择按星标数量来排序，或者按项目被复制的次数进行排序。如果这些还是不能满足你的搜索需求，你还可以点击后面的3个点，选择高级搜索，根据需要进行筛选。找到你感兴趣的项目后，点击项目名称进入项目主页，
中间这块最显眼的区域就是整个项目包含的所有文件，你可以直接点击文件查看里面的内容，包括源代码。这一列描述了每个文件夹最近更新的内容，这是最近更新的时间。每个项目都会包含一个 README 文件，也就是这个。这里展示的是 README 文件中的所有信息，是项目的介绍文档。通过这个文件，你能快速的了解这个项目是干什么的，怎么用，有哪些功能，以及如何安装使用等信息。在项目右侧的 About 区域，这里是一段简短的文字介绍，描述了这个项目是做什么的。它会告诉你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软件或工具，有什么主要功能。这里一般会放项目资源的获取链接，这个项目这里放的是这个软件的官网地址，标签这里也就是一些关键词，用来描述项目的内容和用途。比如这个项目跟 AI 有关，你就会看到 AI、OpenAI、GPT-4 这样的标签。点击这些标签，你还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项目。这个开源协议就是规定我们应该怎么合法的使用和分发这个项目。这里列出了所有对这个项目做出贡献的人，点击查看，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 GitHub 主页以及他们对项目的贡献记录。我们现在浏览的这个项目一共有723人参与过开发，有的项目甚至会有几万人参与。这个部分显示了项目中使用的编程语言及其占比。这个项目主要是用 Pencil 写的，你会看到 Pencil 占据大部分比例。好啦，看完这些信息，我们对这个项目就有了大致的了解。那到底好不好用，我们就需要体验一下。一般软件工具类的项目，这里都会有一个发布版本，这是最新的版本。点击这里，你可以找到项目发布的所有版本和安装包，每个版本的更新说明都会详细列出这个版本的变化和改进内容。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下载安装包。像 AutoGPT 这个项目，主要提供源代码，让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修改和自定义自己需要的功能任务，所以不提供编译后的安装包。要使用这个软件，需要一定的 Pencil 编程基础。我们之前分享的开源软件 OBS， 我们打开 Releases， 这里作者就直接给我们提供了软件安装包，包括 Mac、Ubuntu、Windows 操作系统的都有。这类软件是不需要任何编程基础的，我们只要点击下载安装包，然后进行安装。安装后就可以直接使用。在 GitHub 上下载的安装包都是官方版本，很多人在网上下载了开源软件，却发现需要收费。其实就是有些人把这个项目的源代码拿回去，然后加了收费功能，再发布出来供大家下载使用。如果你在下载资料的时候发现这里并没有 releases， 不用担心，你可以通过上面这个区域提供的链接去找。比如这是一份关于 AI 的学习资料，这里没有 releases， 我们点击上面的链接，这里给我们介绍了这个课件的详细信息。这里提供了每节课的学习资料和视频，点击视频就可以直接学习啦。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项目有一个 bug， 想要修改它，或者你想给这个项目开发一个新的功能，点击这个绿色的 Code 按钮，选择 Download ZIP 选项， GitHub 会自动将项目文件打包成 ZIP 文件，下载到你的电脑上。下载完成后，得压缩 ZIP 文件，你就可以在电脑上随意查看和使用这些资源了。白嫖就是这么简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打开 GitHub 到查找资源，一直到下载资源的所有文件，我们甚至都没有登录，用游客的身份就能获得一切 GitHub 上的资源。嘿嘿，作为一个资深白嫖党，你以为这就够了吗？当然不够。登录后，你还可以做更多有趣的事情，比如你可以订阅这个项目，当它有新的版本发布时，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它的更新消息，然后继续白嫖。下面我就来给大家演示如何注册 GitHub 账号，以及注册后还能解锁哪些实用的功能。如果你已经注册过了，
点击旁边的登录按钮，然后输入用户名或邮箱和密码直接登录就行。如果没有账号，则点击 GitHub 头部菜单栏中的注册按钮进行注册，在输入框中输入一个注册邮箱，然后点击继续。在这里给账号设置一个密码，点击继续，再输入一个用户名，这个用户名是唯一的，不能和其他用户重复。点击继续。这里提示你是否需要用邮箱来接收产品更新通知和公告，勾选表示同意，不勾选表示拒绝接收。点击继续。点击验证，证明我是真人。把这个物品调成和这个手指向的方向一致，然后点击提交，再验证一次，提交。完成验证后， GitHub 会给我们注册时填写的这个邮箱发送一条验证码。打开邮箱，找到 GitHub 刚刚发送的邮件，把这个验证码复制到 GitHub 中。OK， 注册成功。下面我们输入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第一次登录，他会询问你的团队有多少人，选择个人，你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不是。点击继续。这里询问你对什么内容感兴趣，这里可以不选，直接点击继续。这里有2个版本，如果你的项目非常大，需要用到更加高级的团队管理和权限控制等功能，就选择这个付费版。如果你只是个人开发者或小团队，不需要太多高级功能和管理工具，选择免费版本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登录后的个人组界面。我们再打开刚刚演示的 AI 项目，注册完成后刷新一下页面，它会自动记录我为已登录状态。登录后，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项目有一个 bug， 或者你希望作者能给这个软件增加一个功能，点击新建按钮创建一个问题，详细说明 bug 或希望添加的功能，开发团队就会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对这个问题进行修复或开发。在创建之前，你可以先浏览一下这个问题列表，这是其他用户提供的 bug 或功能描述。如果已经有人提交了类似的问题，就不需要再重复提交了，等待开发团队优化完成，发布新的版本就行。如果有开发人员修复了 bug 或增加了新功能，他们会在这里向作者申请把他修改的代码合并到这个项目中。项目作者检查代码后，如果没有问题，就会同意合并。如果作者对这个版本内容有疑问，也可以在这里和申请人进行沟通。这个类似于传统论坛的讨论区，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启一个和这个项目相关的话题，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用户可以参与一起讨论。我们也可以浏览其他用户都在探讨什么话题，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加入讨论。这个 Watch 就是设置你想要接收这个项目相关的哪些通知，默认选择这个选项。如果你在这里发布了一条消息，或者你在这里参与了某条消息的讨论，有人在你发布的信息下面进行了评论，或者你在这里发布了一条代码合并请求，这条请求有任何消息变动，你都会收到通知。如果有人在评论中艾特了你的用户名，你也会收到通知。选择这个，你将收到所有关于这个仓库的活动通知，包括任何人在这个仓库中发布的问题、版本合并相关消息、话题讨论、版本更新等活动的通知。同理，如果你在这些模块中发布了任何信息，所有订阅这个项目的人都会收到你发布的信息。选择这个，则会关闭关于这个仓库的所有通知，包括版本更新消息。就算有人在问题列表或版本合并中艾特了你，你也不会收到通知。而选择这个，你可以自定义你想要接收的通知类型，比如你可以设置只接收问题描述或版本合并申请的通知。你也可以选择只接收版本更新的通知，忽略其他活动。如果你发现了这个项目有一个 bug， 想要修改它，或者你想为这个项目开发一个新功能，你可以将这个项目fork到自己的仓库中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
在这里提交代码合并申请。合并后，这个项目就会包含你新开发的功能啦，而你也会出现在这个项目的贡献者列表中。最后，如果你喜欢这个项目，你可以给它加个星，这样你就可以在我的收藏里轻松找到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助你更好的在 GitHub 上查找和下载你需要的资源。即使你完全不懂代码，也可以在 GitHub 上找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关注我，谢谢大家的支持啊！